好，現在整體的荷姆茲海峽已經陷入在戰火當中了，尤其現在伊朗封鎖了海峽之外，還威脅說有5000枚的水雷哦。那美軍這一回是嚇到不敢護航了，因為現在根據了解，沒有任何一艘船有經過美軍的護航哦，經過荷姆茲海峽。那美國的本土現在被威脅，恐怕伊朗的最新發言哦，遭到無人機來威脅美國的本土加州。等一下一起來特別關心。我們先來看到荷姆茲海峽被封鎖之後，11日這一天有3艘的船遭到不明的飛行物體給襲擊了。好，這個是伊朗有特別去證實的，說確實泰國的散裝船失火了。當時可以看到畫面上就是燃起了黑煙哦，那非常的嚴重，火勢一發不可收拾，船員都撤離了。另外就是日本的商船三井商船，它的駕駛室玻璃破裂，因為也是遭到了不明的物體給襲擊，包括它的船體也都受損了。好，這是伊朗革命衛隊，他有說泰國船就是他做的。現在做了一個統計，從開戰到現在，在荷姆茲海峽上面被遇襲的船有14艘船。那麼來自於美軍這邊的司令部特別也公布了說，伊朗現在有5000枚的水雷，波斯灣地區恐怕變成水雷灣，要大家特別的注意了。伊朗繼續的嗆，他說戰爭何時結束由我決定，尤其現在1公升的石油我都不會讓它出口的。川普大家還記得嗎？他曾經說必要的時候啊，不要怕伊朗，因為美軍呢我們會必要時來護送油輪通過荷姆茲海峽。但是實在太丟臉了，來自於路透社最新的爆料，美伊開戰以來，美軍幾乎每天都拒絕這些航運業者提出的軍事護航請求，給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也很害怕被攻擊的風險是過高了，目前無法執行護航這樣子的任務。但是我們也來看到，現在石油被卡在荷姆茲海峽，受惠的唯一只有伊朗嗎？現在最新的一個數據顯示，伊朗的石油是出口不減反增的，其中還有運輸到中國大陸的石油達到了1170萬桶的原油是到中國大陸。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將軍了，荷姆茲海峽5個小時內有3艘船遭襲，加上前美軍司令警告的伊朗，它有5000枚的水雷，美軍能止住下一波攻擊嗎？還有辦法護航嗎？將軍怎麼看？我覺得全世界現在市場經濟最擔心的事情就是伊朗用水雷來這個封鎖荷姆茲海峽，因為水雷一旦布雷之後你不是短時間之內就能夠清除的，也不是這麼容易能夠排雷的。在歷史上面這個伊朗曾經在荷姆茲海峽布過水雷，那次布水雷是針對伊拉克，因為2伊戰爭他為了不讓伊拉克的油能夠運出去，所以他在這邊布雷。那當一布雷影響到全世界的經濟，這時候美國那時候總統是雷根那時候雷根很生氣，就下令这個去排雷，結果沒想到美國軍艦去排雷的時候，就一艘的這種排雷艦就觸雷就引爆造成這個毀損當然還好人員沒有太大的傷亡。那從這個過程之中，你就知道，就算是強如美軍他要去排雷，他都有可能去觸雷，而且那個是雷根時代的雷那時候的技術都能夠造成如此大的傷害。那第二次來講的話，我覺得在戰史上面有一次的这個有一次的布雷是這個日本東京灣。那個日本在2戰的時候，他為了防止盟軍在東京灣登陸，所以日本自己在東京灣布雷了。但是戰後來講的話，美軍沒有幫他布雷，他就日本你自己去排雷，因為他知道排雷是很困難的。那這個伊朗有多少枚的水雷呢？如果說按他所講的有5000枚的水雷，為什麼他有5000枚的水雷？因為伊朗早就知道，大概30年前他就知道，荷姆茲海峽是他重要的一張王牌。他如果能夠將這邊封鎖，他就可以對全世界來講的話予取予予。所以他在30年以來，他又不斷的在精進，他怎麼樣來封鎖荷姆茲海峽。它不但有5000枚的水雷，而且它的布雷的這種不管是漁船或者是它的布雷的專用的布雷艇來講的話，聽說有到200艘這麼多可以布雷。那目前美軍自己昨天是說集成了16艘，今天又集成了說是累計到28艘但是如果說這28艘這個對整個伊朗來講，它布雷的能力，其實我覺得是杯水車薪。如果伊朗存心要在這邊布雷，那可能後續很難去這個清除掉。尤其是說水雷它如果傳統的水雷，漂流性的水雷，它漂哪裡你不知道。那再加上現在新的科技，包括有智慧型的水雷，還有磁吸式的水雷这些对过往的船只都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認為這次的這種伊朗做這個布雷的動作，確實是準備要做一個玉石俱焚的動作。好，謝謝將軍。那委員又怎麼看？不過啊，這個伊朗的油輪並沒有經過荷姆斯海峽，這個大家一個很大的誤解。伊朗現在還在賣石油，可是它不是經過荷姆斯海峽，它是把它的油田的確在波斯灣裡面蓋了一個1000公里長的油管，送到荷姆斯海峽外面阿巴斯港的外面。那個地方有一個新蓋的港口叫加斯克港，那個加斯克港是專門幫這個伊朗的石油運到那個中國或者其他地方去了哈。但美國並沒有封鎖它，沒有，所以它還可以繼續賣哈。所以它就不用經過荷姆斯海峽，它用水雷就可以封鎖。那我是覺得哈，這個美軍的前歐洲司令太遜了哈。但是5000個水雷你就覺得很困難，你這個打什麼仗啊？回家吃晚飯。這個一點用處都沒有，美軍就這麼爛，訓練出來軍官這麼差，你叫解放軍說5000顆水的，解放軍說這會不會太小兒科了啊？真的是如此啊？這對解放軍一點問題都沒有啊！這美軍實在很差呀，一代不如呀，總統不如呀，那個司令也不如了啊。那你說哦，封鎖了以後啊，炸了幾條船？2伊戰爭的時候炸了450艘船，那當時雷根總統就跟他不一樣啊。他當然是派水雷沒有，他只是很了當的就跟伊朗講，我只要一條船再被弄到的話，我就把你阿巴斯港所有的港口全部炸成廢墟，伊朗就收手了。啊，你說因為人家相信雷根做得到，那伊朗怕啦，因為阿巴斯港炸了以後，他們幾代人都不要吃飯了。哦，這是一個很現實的一個問題哈。那你川普呢？啊，我護送了，我貼你保險費了。那個叫房地產商人，對不對啊？如果是普丁啦，你敢，我2顆核子彈就把你伊朗從地球上掀開了。因為這種戰略對峙就會害怕嘛。啊，你要想說，你到底真的嗎？如果你看到好普丁，你會覺得他會；如果看到川普，你覺得這不會，不會差很多了嘛。這個叫戰略大師，有啊哈。這個全世界真的像那種雷根啊，或者像那個普丁這種戰略大師，真的沒幾個啊。好，所以。這個整個這個戰爭來講，就是一個什麼賭意志、賭實力，啊，這個你意志我一開始講川普哈沒有戰爭的意志，啊，那個什麼盧比歐那些人怎麼行呢？對不對？所以應該這麼正確的講，應該是什麼啊？你現在美國不是沒有戰爭的能力，你有，你要把伊朗炸成地毯都可以啊，可是你沒有那個本事、那意志力，說我今天開始炸你300天。你敢不敢？你做得到，但你不敢，就輸掉了嘛。好，這個是針對於荷姆茲海峽的這個攻擊行動，來自於伊朗最新的說法。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現在其實讓西方國家很擔心的是說，會不會現在全球各地會引爆所謂的聖戰擴大的風潮？因為呢，來自於美國的 FBI 最新做了一個事情，他說伊朗擬定了用無人機會攻擊美國本土，而且是加州會成為攻擊目標。伊朗也直接喊話了，他說官媒點名是來自於伊斯蘭革命衛隊，說暗示呢會攻擊美國的6大科技巨頭，當中包括了 Google、微軟跟輝達等等哦。再來就是實際已經發生的攻擊行動，我們現在來看到幾起哦，包括了第一個這個杜拜機場遇襲，4個人受傷。那伊朗說了，接下來還會鎖定銀行。再來是華府現在提高戒備，因為這場戰爭，但是沒有想到最新消息，有一輛廂型車在11日清晨衝撞到白宮的圍欄。再來是紐約市長官邸出現可疑裝置，附近公園開始做疏散的動作。美國駐多倫多的領事館遭到槍擊。現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省長也暗示這一起行動是跟伊朗有關係的。那老師怎麼看這一些各種的攻擊行動？美國本土是否可能會失守？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不能小看 FBI 的警告啊，因為我們都知道這種無人機它的發射架可以很短啊，它並不是都一定要在機場的那種長的這個跑道裡面發行的。我們看到很多陸軍所使用的戰術無人機，就是一個發射架就直接一個角度就能夠推出去了啊。所以把它裝在這個偽裝的各種輪船裡面，貨輪、貨櫃輪等等啊。那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 ，FBI 掌握到這個情資，現在 FBI 的難度是在於是偽裝成為哪一艘船，
那艘船現在在哪裡？是1艘還是2艘還是3艘？那目前來講還這個情資不夠，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 FBI 應該再投下更多的錢，啊，因為這個錢不能吝嗇，不能少了，因為它的確需要情報資料來告訴，因為重賞之下一定有勇夫嘛，一定需要有人提供情報資料，他才能夠鎖定在哪一艘船。為什麼？因為如果說這個情報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伊朗已經的革命衛隊已經把他的無人機已經送上船了，然後這些貨輪也可能掛外國國籍的，可能巴拿馬國籍的，也可能維吉尼亞群島的等等的，我們也不知道他是掛哪一個國籍的船。如果已經目前他的情資說很有可能已經到了墨西哥灣，如果在墨西哥跟加州的這個也就是這個邊界線的外海上，如果有。他從船上發射出去，那如果一次一次出去的幾十架，他往這個矽谷這個地方來攻擊，只要成功的，那這個影響很大。所以紐森也不敢掉以輕心，他已經跟國家的國土安全部門已經在開會，而且他們也要確保加州不要受到攻擊。如果說加州的老百姓，或是加州的硅谷，或者是比較重大的銀行，或者是這一些這個您剛剛所列出來的微軟、谷歌等這些，如果說他們本身有受到攻擊的話，那這個真的是很大的事，而且是美國很大的事，也是全世界很大的事。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不應該掉以輕心啊，這是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裡面，我們很明顯的看到的一個部分，就是說伊朗要把中東海灣國家這些富裕的國家拖下水。然後讓他們來去給美國川普施加壓力，我覺得這個戰略會是有效的。為什麼？你看川普這從9號、10號、11號，今天我不曉得，3天他的改口3次，這代表他一直受到很多的影響，所以他翻來覆去，然後到最新的一次就是肯德基的這次的演講中，他說我隨時可以宣布結束，因為我們已經贏了，那就是代表什麼？他本身承受的壓力很大，所以他已經被影響了，他反覆猶豫不決了，這代表已經很多人給他施加壓力了。所以我個人覺得，伊朗的這個戰略事實上是已經有一點效果了。是，好，那我們同樣的問題，楊老師又怎麼看？就是你剛剛看到蔡委員說，川普沒有戰略，他連戰術都沒有，然後他也聽不進去那些專業的國安或者是軍事的建議。一意孤行，被以色列牽着鼻子走。那他也成功達成了一個精準的斬首行動，所以他是可以宣布勝利了。那所以現在你看到的是，他不敢去下一波去進行任何大規模的這個戰爭，因為那真的是看不到盡頭。而伊朗現在跟你搞就是不對稱的消耗戰。那我剛剛提有2個層面，其實還有第3個層面。我剛才提了2個層面，第一個就是在軍事上跟你不對稱的消耗戰。那你現在以色列跟美國在反攔截飛彈上面，其實這個越來越少，越來越貴。第二個就是你在地緣上，荷姆茲海峽的這個跟你不對稱的消耗戰，你油就是出不去嘛。那過去我們看到歷史上，21世紀以來3次的油價飆高，都跟伊朗、都跟荷姆茲海峽無關。那這一次真的是荷姆茲海峽被封鎖。到現在為止，而且還真的船只被打到，那他就給你消耗。那第3個不對稱的消耗戰就是，現在的伊朗根本已經是被你打到這個就只剩一條褲子穿了，而且他在整合他自己內部的這個統治、治理，甚至各個層面，那政治經濟跟民生也不斷的被你消耗。那可是呢，你願意跟他這樣打下去嗎？那消耗下去，除非你願意進行全面性的攻擊，你最後你拿不到任何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川普應該要看準時機點，你就是已經宣布勝利了，其他的這些問題我覺得都是小問題，然後呢，至於說伊朗後來怎麼樣，他的變化很難講啊，說不定他真的堅持不下去，說不定他回到原來的那個態度，那又重新回到談判桌，也許不是跟你美國，說不定跟歐盟，說不定跟沙特，說不定跟中國談判桌，他會回去的。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